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你或者是身边有没有人是这样子，每一件事情都要求完美，而且非得要这么做？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他们就会非常生气，又或者是觉得你很糟糕。如果是的话，我们今天就要讨论一下所谓的强迫性人格哦，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跟大家先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呢，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哦，这样子未来我们一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咯。OK， 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下，其实所谓的强迫性人格最常见的那几个特征，就来自于他们非常的僵硬啦、固执啦、不知道变通啊，然后呢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得自己非常的犹豫不决，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好，但是又力求完美，非常复杂的一个人格疾患。OK，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但是你知道吗？其实在我工作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其实很多亚洲人其实是有偏向强迫性人格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一集很值得大家来看一下。OK， 那有哪一些特征呢？第一个呢，就是他们非常的专注于细节。那每一件事情呢，他们非常注重的就是那个规则啦，然后那个组织性啊，然后所有东西都必须要放在固定的地方，然后非得要怎么样，然后这件事情一定要怎么做，那他们就会很注重在每一个小小的那种细节上面，那反而不会去看到 bigger picture， 就是整个状况而言，其实是也许已经进步很多了，或者是事情已经有在进展，他们不会去看到这个，他们只会去专注在很多细节哪里没有做好的地方。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呢，就是一样的常见的，他们有完美主义，每一件事情都要求要完美，每一件事情呢都觉得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很高的标准，不管是对自己或对别人，都会有非常严苛的标准。对自己呢，也觉得一定要有很严格的要求；对别人呢，也觉得你非得要这么做才是对的，不然的话，你这样就不行，你这样做就不对，然后会不断的碎念，或者是会跟人家就是有所争执，或者是处得不太好这样子。那第三个呢，就是过于热衷于工作。你会发现呢，有强迫性人格的人呢，他们其实很长时间都是在工作，他们会觉得我如果有时间的话就应该要工作，他们比较难去放松。所以呢，如果你跟他讲说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去哪里度假，可能在度假过程当中还是在工作，又或者是呢，他会在每一个状态他都需要去把所有的东西都排得非常的满。例如说呢，你可能跟他讨论的事情，他永远都是在讨论他的工作，他永远都是我接下来的目标要做到，然后5年之后我一定要做到这些东西，然后我有什么事情我非得要完成，我觉得我这辈子一定要怎么样怎么做，就是很多事情他都会觉得他非得要做到，那所以呢，不断的都是在一个工作狂的一个状态。然后可能即使你跟他讲说那我们一起吃完饭后去散个步吧，让自己放松一下，他可能连散步都会非常严谨的觉得说我们每天至少一定要走30分钟，这样子呢你才能够达到足够的新陈代谢，而且呢你走路的方式呢一定要就是身体上半身要打直啊，然后非得要怎么走，这样子你才能锻炼更多的肌肉，还有你的核心群巴拉巴拉之类的。这个呢就是比较强迫性人格会有的一个状况。那第四个呢，也是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对于所谓的道德啊、伦理啊那些价值观，也都是要求非常的完美，所以呢，觉得自己非常的高标准，非常的高道德，就是很鄙视那些就是没有做到那些对伦理啊、价值观是比较高的那样子的一些行为，他们会充满了批判跟嫌弃。第五个。就是呢，对于很多其实已经是实质上没有什么价值的一个东西呢，都舍不得丢。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很容易会有一些旧的东西都已经没有用了，没有价值了，他自己也没在用，但是就会舍不得丢掉。那他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不知道哪一天我会用到它，如果用得到它没有的话，那怎么办？所以呢，就还是留着吧。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就一直存着这些东西。那这个呢跟另外一个特质呢也很相近的一个部分，他们对于钱呢，对自己跟别人都非常的吝啬。那这个是所有的在 DSM-5 里头呢唯一有提到钱的一个部分，所以还蛮特别的。这个部分就是他们对自己跟对别人都非常的吝啬，然后非常的就是
非常的斤斤计较，然后算计的非常的清楚。然后如果说你让他觉得他多花一点钱，他就开始碎碎念，或者是会让你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子，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在想这件事情，你怎么可以让我多花这些钱？你怎么可以让我这样子浪费钱？这样子会念很多这样。那所以对于自己跟对别人其实都是会很吝啬的那一种。那第6点是这个部分。第7点呢，就是除非说大家都是照着他的方式去做，不然的话大部分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很不喜欢放手把工作给别人做。对于就是信任别人，然后让你去做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的极度焦虑的一件事情。所以在我工作上我就有遇过那种强迫性人格疾患严重的程度到连放手让家人去洗碗都没办法，因为觉得你没有办法把碗洗干净，你没有办法把碗洗得干净到他想要的那样子的一个程度，而且你没有办法把它们排放的整齐，或者是把它们放到洗碗机有一个固定的方向，你没有这样子做，这样子是不行的。所以他必须要就是懒下来自己做这样子。这个是他们就是对于放手给别人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那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我们刚才一开始提到，就是对于很多事情呢都非常的僵硬，然后固执顽固，然后没有办法变通。所以呢在跟人家相处上呢，也会因为这样子呢造成他们跟人际相处上面是会有困难的，或者是在工作上呢因为没有变通，以至于呢在工作上面没有效率，因为他们凡事都要求完美，然后什么事情都非得要做到最好，所以导致自己犹豫不决，什么事情都要检查过10几遍，还是觉得可能还不够好，会不会有漏失的地方，会不会有错误的地方，然后又非常的固执，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变通，所以在做事上面就变得比较没有效率。这以上8种呢，就是我们在强迫性人格里头呢常见的特征。那如果呢你有以上的这些特征又符合4、5项以上的话，那你可能就有所谓的强迫性人格了。那像这样子的人呢，我刚才一开始说，其实在做这些事情，这些行为其实都是来自于希望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安全感，所谓的那种控制狂、控制欲，是来自于希望这一些事情能够让自己有一个安全感。所以我们可以在心理学啊，或者是我们在工作上可以常看到是有一些强迫性人格的人呢，其实通常内在是有一个比较低自我的概念的一个部分，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凡事都要求完美，因为觉得自己不够好，所以很多事情要从后天努力来去达到那个更好的一个境界。那也因为自己很努力达到这个境界，所以就更难放手去让别人去做一些事情，又或者是让别人来占自己便宜，让自己多花点钱，多浪费钱，然后多走冤枉路这样子。所以呢，这是在强迫性人格上面比较常会见到，就是他们在自我的概念上面其实是比较低的。然后我们在临床上面发现呢，其实男生被诊断有强迫性人格的几率是比女生还要高的。然后呢，所谓精神科里头呢，它的盛行率是大约是3%到10%，所以其实是偏高的。但是一般来说，所谓的普遍的人来看呢，我们大概所谓的盛行率是1%，所以其实还好。那有些人也说它可能是跟遗传有关啦，又或者是跟我们的神经传导物质也有一些关系。所以呢，这些都有可能会造成我们有强迫性人格的一个部分。至于说我们在治疗方面呢，比较常见的可能就是在药物方面比较常见的其实是antidepressant， 所谓的抗忧郁剂。那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能够让他们比较放松一点。那我们在心理治疗方面的话呢，其实个别心理治疗、认知心理治疗，然后呢团体治疗其实是非常有效的。我们后来发现呢，其实在团体心理治疗里头呢，因为你会发现原来我有这样子的问题，可是别人也有有人可以懂我就是这么焦虑的一个状况，有人可以懂我的情况，甚至呢我看到有人就是虽然曾经跟我走过一样的路，可是他现在好很多了，那代表我有希望我可以改善。那这个呢，我们发现在团体治疗方面其实效率也是蛮高的。那因为强迫性人格呢，其实尤其是在亚洲文化里头，因为我们非常的强调所谓的竞争性
然后不要输给别人，又或者是你要成为最好的那一个。所以我们常常在亚洲文化的世界里头呢，比较容易会看到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倾向，那也会因为这样子呢，导致对于自己跟人际关系，也就是跟家人啦、跟朋友啦、跟同事之间的相处，造成一些困扰。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的困扰，又或者是你有这样子的经验，甚至你已经学会了某一些 coping skill， 让自己可以改善的部分，麻烦你在下面留言跟我们分享哦。那我不知道今天这样子的影片你有什么样的感想呢？欢迎跟我们分享。那我们下一次见喽，